结缘半载，终世不和，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。今日谨立休书一封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大姑爷真是可怜，一个庶子出身，生母遭人毒杀，现在刚刚入赘不到半年，又要被休。一个大男人入赘本就屈辱，现在又要被休掉，怕是更没脸见人了。姑爷若无意见，就请在和离书上签字吧。新郎官低头向前，踏过火盆，烧尽晦气，越过月红火。小心着点儿，别烧着胯了。公子，我本是985大学的文学博士，半年前意外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了陈国府骆家的一个卑微庶子。不止娘亲被骆家人毒杀，自己更是被逼入赘，娶了一个痴傻丑八怪为妻。但婚后我并未自暴自弃，而是靠着母亲生前所留的宝物，白日修炼武学，晚上跟随神魂前辈修行法术，终在科举5科大考上杀了那毒妇之子，状元高中。而且婚后我发现，妻子一点都不丑，还是貌若天仙的美人。可奈何性情冰冷，甚至洞房之夜都让人替代，不愿与我同寝。最终还是提出了和离。大小姐貌若天仙，青州微末之躯，自知配不上大小姐，而今被休也是应当。但夫妻一场，青州心中有几个问题，还请大小姐解惑。问吧。第一问，这案台上的《西游记》从何而来？大小姐，还请你回答，这《西游记》究竟从何而来？是一位神魂前辈给你的吗？还是说，大小姐就是那位每晚与晚辈神魂相交的前辈高人？不是。不可能，这《西游记》我只与他一人讲过，除了他，别人都不会有。姑爷想多了。这《西游记》乃是数年前小姐在西域游方僧人手中买的，那时姑爷还不知在何处。你看看吧。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，还是说他们在骗我？原来这本《西游记》是叫关西的和尚写的游记，看来真是我想多了。那第二问，这半年间与我数次同房之人究竟是谁？是你吗？姑爷，你和小姐和离之后，夫人应该会让你和二小姐成亲。当你跟二小姐同房之时，自然知晓。可姑爷，事已至此，又何必追问那么多？还是赶紧签字吧，免得耽误你另娶贤妻。当然，和离书签下之后，我和婵婵再也不是你的同房丫鬟了。先等一下。岳母大人，一会儿签完和离书之后，直接走吧。我秦府已经容不下你了。岳母大人，你这是？从京都传来消息，骆家长子骆长天已经联合朝中权贵上书皇上，构陷你岳父。陛下已经宣旨罢免我秦家的一切爵位，恐怕这日后啊，骆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而你满腹的才华，日后必能名扬天下，何必受我秦家的牵连？你与蒹葭和离完之后，也不用娶微末了，直接离开秦府，另谋前程。我先试探这小子一下，若他真敢说一个走字，我就让夏蝉斩掉他的腿。幸亏我能听见他人心声，不然这双腿怕是真保不住了。岳母大人，请恕青州无法从命，我是秦家人，
秦家逢难，荆州岂能离开？也不想离开。况且洛玉是被我所杀，秦家受我牵连，方有此难。所以，岳母大人请放心，他日我必会为秦家讨回公道。到时候，洛家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，算我没白疼你。签字吧，等你殿试归来，被陛下钦点为金科状元，回来再让你和微末完婚。姐夫，不要！姐夫，不要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，生着病的跑出来干嘛？娘亲，微末不想让姐夫签字。怎么，你不喜欢他？姐夫才华过人，这世间不会有女子不喜欢他。只是，能不能等殿试之后再签和离书？这样，微末就不用担心姐夫被人抢走了，也可以跟姐夫立刻成亲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一旦签了和离书，这小子就是自由身了。万一到了京都跟哪家的王公贵女跑了，那我到手的金龟婿不就飞了？哎呦！微末说的对，等你殿试归来，再让女监家和离。二小姐，哎呀，这丫头还不跟娘亲回去歇着？姐夫，那微末就先回去了，你再跟姐姐多说说话。既然和离书没签，今晚姑爷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准备什么？当然是和小姐同房了。当初成亲时，小姐许诺过1月同房1次，而今刚好1月期限已到，和离之前，小姐会跟姑爷同房最后一次，记得回去洗干净等着。小蝶，这一次你可不许偷听了。我睡了我这么多次，都不知道是谁，今晚最后一次，非得揭开你的庐山真面目。小蝶，我要你去准备50支蜡烛，50盏油灯，今晚把我房间每一个角落都点亮。还有，你今天哪也别去，晚上就在门口守着，听着。啊，可是公子，百灵姐姐不准我再偷听。你是听我的还是听百灵的？再不听话，小心我以后不让你暖床。是公子，我听你的。我就知道今晚你还会来这一出。不过之前我已经稀里糊涂被你睡了3次，这一次我还会着了你的道。小蝶，把门给我关好，别让他跑了。这次我要好好看看这数次跟我同房之人究竟是谁。是公子。逮着你了！岳母大人，怎么是您啊？这么惊讶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难道这数次跟我同房的真的是……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岳父大人要是知道，不得打死我呀！哼，什么洞房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今天晚上我是来通知你，微末的病情加重，明天一早啊，全家陪同你去京都寻医，给微末看病。今天晚上收拾好，明早就出发。这墨城啊，终究是小地方，都是些庸医。这么多年啊，这微末的病一直不好，若再拖下去，切！看来丈母娘今晚过来，真的是来通知我这件事的。还好这是误会，不过没想到二小姐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。
公子，你今晚还等不等大小姐？不等了，这么晚了，应该不来了。对了，你去收拾行李吧，明天陪我一起去京都。好的，公子。神魂修炼非朝夕之功，每日你都来吧，我会帮你的神魂达到御物境，顺便每晚给我讲故事。是，谢前辈。讲故事吧，再讲一遍菩提祖师传给孙悟空的长生法诀。虽然一直不知道那位神魂前辈的身份，但总归对我有授业之恩，助我修炼神魂。走之前，还是去告别吧。神之精神来自神魂，精神壮，神魂强。神魂强可离体出窍，独自在天地间游荡，夜游、日游、御物，甚至附体。神魂若想出窍，当内视五脏，精神凝聚，从下向上，缓缓攀爬。你来了，前辈久等了。带上吧，一会儿有人要来。是前辈的朋友吗？你徒弟？不是，那就是神魂相交的相好了。讲故事吧。讲故事？师姐，这难道就是你们每晚的调情方式吗？我倒是要听听你每晚上在听什么莺言燕语。讲，从头开始讲。上回我们讲到《西游记》的第7回，八卦炉中陶大圣，五行山下定心丸。今日我们讲第8回，我佛造经传极乐，观音奉旨上长安。我让你从头开始讲。试问禅官，参求无数，往往到头虚劳。这小子敢忤逆不？磨砖作镜，积雪为梁，迷了多少年少？毛吞大海，借纳虚弥。不对，这故事是掺杂了长生修炼之法。难道这就是师姐最近境界大增的原因？佛谓菩萨修行所经历的10个境界，即欢喜地、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善慧地、法阵地。今晚就到这里。哎，别啊，师姐，再让他讲一会儿。可以，那你拜他为师。你说什么？让我拜他为师？你也不怕折煞了他？随你，等他走了再讲。是，前辈。你们行，你狠，换个条件吧。除了这个，别的我都能答应。那你叫他哥哥吧。你，我宁死！回去陪你娘子吧。前辈，晚辈明日将举家前往京都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今晚特此来向前辈辞行，相识一场，能否告知晚辈您的名字？日后在现实中遇到，晚辈也好能认出前辈。月前辈。月姐姐，再见。哎呀，就等你们了，一会儿还要去码头坐船呢。哇，公子，这船好漂亮，船上的房间也大，小蝶还是第一次坐这么豪华的船呢。能不豪华吗？
光是这趟船费啊，就花光老爷1年的俸禄。现在老爷爵位没了，坐吃山空，到了京都啊，这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呢。不过为了安全，多花点钱总比坐那些鱼龙混杂的船要好。夫人放心，有姑爷在，咱们这一趟可能1文钱都不需要花哦。1文钱不需要花？听说这画舫主人貌美如花，这小子不会要去陪睡还钱吧？百灵，这话怎么说？刚刚我和婵婵路过1楼，里面好像正在举办什么诗会，听说诗会得了头名，船长可以答应我们一个要求。当真？哎呀，宁轩，走，咱们去作会儿诗，把咱们的船费给赚回来，剩下的钱给微末看病。走。哎呀，小姐，咱们也去看看吧。您应该还没有见过姑爷作诗的样子吧？您要不知道，当初姑爷跟您成亲第2天，便做了《鹊桥仙》的词，连夫人都被迷住了呢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怎顾鹊桥归路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可惜当时你没看到。小姐，等等我呀！好，真好，真好啊！这位兄台，想必也是冲着花谷小姐来的吧？可惜来得晚些，我们大家已经将诗词都交上去了，就等着花谷小姐宣读名次了。花谷小姐，那边那位便是，他便是这画舫的主人，也是京城第1花魁，不知多少权倾人物为之倾慕。今晚的游船诗会也是他举办的。还没问兄台从哪里来？在下墨城人士。墨城，我听过墨城，你们那最近出了一位天才啊，他的一首《鹊桥仙》传遍了大江南北啊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怎么没有啊？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，人间无数，可是令多少才子佳女心神俱醉啊！我们那的太守千金上个月就曾喊话，若是这首词的作者是男子，无论多老，是否成亲，都愿意嫁给他。如果这首词是我写的，那该多好啊！这等才名，等我到时候到了京都，那青楼的头牌都得抢着侍奉我。这位求我给他们写一首好词，到时候啊，我就天天换青楼住，夜夜换新娘睡，1分钱都不用花，那叫一个美呀！哎，李兄，当心你这腰子！石路寻下死，做鬼也疯了。也许李兄就愿意死在女人身下呢。这个披着袈裟逛窑子，表面仁义，心里肮脏，这读书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切！姐夫，二小姐，好看吗？微末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身子……娘亲，没事的，我就是想来看姐夫写诗，不过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了。花谷小姐到。各位客人，请安静一下。今晚的诗词比试以梅花为题，而今结果已出，获得头名的是白玉楼公子的咏梅。哎呦，这头名果然是他白玉楼啊！白玉楼很厉害吗？那是自然，白玉楼出身江南白家，是江南4大才子之一。很久之前呢，他的声名就已经远扬了。我听说啊，那好多青楼女子为了得到他一首词，愿意免费半年侍奉他。而且这白玉楼结交甚广，朝中也颇有人脉。他有一位挚友叫骆长天，骆大人。据说这骆大人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此行来到墨城，就是为了帮助这骆长天骆大人来接他们的家眷，去到京城团聚的。你刚才说骆长天，这骆家人也在这船上？
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哎呦，荆州，我看到洛家人了，若是被他们发现，定会发难。哎呀，你岳父爵位尽失，不复以前，要不然再避避吧。惹不起，咱们躲得起。白公子，您是今晚诗会头名，按约定，您可以提个要求，只要是花谷能力之内，定会完成。谢花谷小姐，白某确实有个不情之请，但说无妨。请花谷小姐即刻将那几人逐出画舫。看来今晚是走不掉了。我朋友的胞弟便是被他们所杀，我一介书生无力杀贼，只能以失子来替我的朋友讨个公道。白公子义薄云天，花谷理应支持。来人，将这几个行凶的歹人赶下船去。这一定是王云那个贱人的主意。现在把我们赶下船，分明想淹死我们。这好歹毒的毒妇，科举考试之日没撞死他，这斩草不除根，风吹又发芽。荆州，带他们走，我断后。还想走？洛青州，你这个贱种，杀我儿子，不将你挫骨扬灰，我王云誓不为人。还有秦家人，都要你们给我的儿子陪葬，还不快动手！等等，玉楼，还等什么？还不快让花谷小姐动手！伯母，稍安勿躁，侄儿自有妙计。秦家的赘婿是吧？听闻你也颇有诗才，还中了状元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，今夜在这淮河画舫之上，来跟我比上一比。你若赢我，那今夜诗会头名便让与你；你若输了，那证明你这状元名不其实。我自会向长天兄奏明圣上，说你科举舞弊，革除你的功名。玉楼，你可不要糊涂，这小子作诗可是相当厉害啊！骆伯父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在京都论诗词，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我。更何况他这一个小小的赘婿，正好趁此机会，除了他的功名，让他身败名裂，也算是为长天兄报杀弟之仇。荆州，别理他，咱们能不能翻身，全靠你考取功名呢。你若这时候被革，咱就完了。公子，怎么不敢吗？娘亲，你就让姐夫去吧。既然白公子想玩，那我洛青州奉陪到底。好，还算你有几分胆识。今夜诗会是以梅花为题，我已做了一首咏梅，也可念给大家听。万木动玉折，孤根暖独回。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。风地幽香出，晴窥素燕来。明年如英绿，先发望春台。好，这首不错，好，此诗立意鲜明，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诗啊！不愧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啊！就算往年的状元来了，都不一定有这种才华，难怪连花果小姐都为其折服，选其为诗会头名。骆兄弟，此情怕要栽在这儿了。秦家赘婿，到你了。哪有这么快？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吧。就是，不用，我已经想好一首，念与大家，也念与二小姐。这后生居然和白公子比试，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就是，大小姐，姑爷要作诗了呢。词牌名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这词似乎不简单啊。骆兄，好气势啊！公子，可还有下句？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二小姐，这首词送你，愿二小姐
如那梅花般，即使疾病缠身，即使悬崖百丈冰，依旧坚韧盛开，坚强面对人生。姐夫，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此诗谁写的？好像是个赘婿。继续盯着。好啊，真的好词，好词啊！老夫熟读诗书300首，却无一首如此大气磅礴，气吞山河。没想到啊，如此惊世之作，竟出自于赘婿之手，汗颜呐，汗颜呐！啊，花果小姐，此诗若不是头名，我等可甚是不服啊！不服，不服！这不算，诗词比试，讲究临时起意。花果小姐关于梅花一题已经提出来数个时辰，你自然准备充分。就算做得出好诗，也算不得真本事。你又想怎样？我们再比试一场，现场作诗，还是花果小姐出题，以炷香的时间为限。可以，那就请花果小姐出题吧。今夜明月皎洁，良辰美景。这第2轮比试就以明月为题，诗词不限，各位公子都有一炷香的时间。梅儿，点香。是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想好了一首。哼，哗众取宠。我看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这一次能做出什么好诗来？玉楼，你可有把握？伯母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一次此子必输。小田，研墨。姐夫，让微墨来吧。二小姐，没墨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姐夫，我现在就演。二小姐，请将此诗呈给花果小姐。姐夫，你真不该入赘的。词牌名《水调歌头》。花里胡哨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虚头巴脑，哗众取宠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啸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词儿是人写出来的？花果姑娘，今晚的诗词会应该有个结果了吧？陆公子才学无双，刚才是花果失礼了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公子海涵。花果姑娘也是受小人挑拨，不怪你。多谢骆公子。
我宣布，今晚诗词大会的头名是洛公子。好，不许人了！好，有才啊！你想真是诗仙下凡。公子可以提出任何要求，花骨都会满足，哪怕让花骨以身相许。这不公平！我家玉楼还没作诗呢。没错，花骨姑娘，你现在宣布结果，确实有失公允。是吗？那二位不妨问一下白公子，这首《水调歌头》一出，白公子还敢不敢再做？玉楼，快说话呀！告诉他们你做的事更好。玉楼，快把你心里想的事念出来，让他们开开眼。陆伯伯，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玉楼，你可是京都4大才子之一，难道还能被这个卑贱的赘婿比下去了？快作诗吧！我作你妈的头啊！此词一出，谁还敢再做咏乐诗？这两个蠢货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怪不得把自家儿子坑死了。这咏乐词，此词一出，于词尽废，相信白公子心知肚明。洛公子，胜负已分，您可以提要求了。多谢花骨小姐抬爱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请花骨小姐将他们几个即刻请下船。逆子，你敢！好，来人，将这些贼子和他们的同党给我扔出画舫。是。放肆！你们敢！我儿子是锦衣卫大统领，是陛下宠臣。扔！夫人小心！夫人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杀了他们，尤其是这个贱种，给我们的儿子报仇。骆大人，你应该知道这家画舫背后真正的主人是谁。你确定要动手吗？不用赶我们下船，等画舫靠岸，我和夫人自会下船。骆大人没听清吗？我说的是即刻下船。畜生，你敢！骆大人，愿赌服输，再闹下去，不堪的只会是你们。请吧。畜生，杀了我儿子骆玉，现在要赶我们下船，你敢！等到京城以后，就算我不杀你，我儿子长天也不会放过你。夫人，我们走。哎呀，老爷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我们真的要跳船啊！就算淹不死，咱们也会被冻死。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这样咱们就可以你个泼妇，给我住嘴！你在害死我！赶紧给我走！花骨小姐，我扔出去！花骨小姐，不要！花骨小姐，花骨小姐，我不会水呀！花骨小姐，花骨小姐！姑爷，姑爷，百灵刚刚看见他们骆家人跳下船了，这么说他们只能游回京都了。这次多谢花骨小姐。骆公子，您还有其他要求吗？有任何要求，花骨都可以满足你，包括让花骨以身相许。不行！花骨小姐，青州已有妻室。也是，骆公子身边这么多俏丽少女，难怪看不上小女子。姑娘，骆公子，我家主人有请。主人？你不是这画舫的主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家主人比我好看100倍，尊贵10000倍，请吧。主人，骆公子到了。
公子，莫城一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？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诗，这便是我们秦家的贺礼。以本未写完的故事，还请长公主过目。什么故事啊？名叫《三国演义》。您是长公主，可您的相貌……之前洛公子所见，只是主人的替身而已。主人功高盖世，朝内外多少人想要夺取主人的性命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主人减少以真面目示人。荆州微末之缺，何能得见长公主殿下真容？我们认识不长，却已相见3次。第一次，你将三国献于本宫；第二次，你科举夺魁，技惊四座。而今，在这运河画舫之上，公子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令世上所有踊跃之词都黯然失色。公子大才之举世无双，又何必妄自菲薄？长公主谬赞了。其实那些诗词文章，并非草民所作，是我无意中从他人口中得知。公子如此谦虚，怎么是怕本宫爱才，将你掳回本宫封国，为我所用吗？草民不敢。过来坐吧。本宫今夜叫你来，并无他意，只想与洛公子煮酒论三国。公子写的这部《三国演义》，虽然只有半部，但本宫读后心潮澎湃，只恨无人诉说。今日有缘在这画舫重聚，便想与洛公子畅谈一番，还望洛公子不吝赐教。殿下言重了。不知洛公子喜欢三国里的哪位人物？曹操、孙权，还是刘备？殿下为何只提这3人？这书中的其他人物生平不一样精彩。其他人或许也有亮点，但终究只是小人物，不足为提。在本宫眼里，只有像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这样3分天下的君王，才配被铭记、被提及。历史不然正是由这些君王所支配、创造。人活一世，也应当如他们一般，成就雄图霸业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。殿下错了，如果三国是一段历史，那么不论是曹操、孙权，亦或是刘备，他们只是这段历史的执行者，而非历史的创造者。就算没有他们，也会有李操、王权、孙辈3分天下，去完成历史的使命。正所谓时势造英雄，便是如此。时势造英雄，不错。草民看来，这支配历史的人，并非是这些君王，而是百姓，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民，是官道上来往的商贾，是朝廷中禁言的官员，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留下名字，但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。草民献此书，也是希望长公主能明白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只有以民为本，方成雄图大业，否则是非成败都只是转头空。夫人，我也一晚上没有出来，会不会已经失身了？他敢！
哎呦！百灵，岳母大人，你们这是？微末让我来的。大小姐让我来看你的。长公主，草民先回去陪娘子。长公主，昨夜本宫说的事情，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。若是改变主意，先生拿着本宫给你的玉佩，直接去宫中找我便可。是，长公主。如此大才，却不能为我所用。殿下，您若是想请洛公子为军师，咱们直接将他掳来便是。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想必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。他若是别人的夫君，本宫抢也就抢了，只可惜是他的。你昨晚真的只是和长公主聊天，没骗我们？是的，岳母大人。夏蝉，去姑爷的房间里检查一下，看看他有没有骗我。如果他敢说瞎话，那就……娘亲，你就别再吓唬姐夫了。你这孩子呀，娘亲这是在帮你盯着他呀。昨天晚上你没瞧见吗？多少只狐狸精的眼睛盯着他呢。姐夫的魅力，微末早就知道了。我的姐夫人见人爱，不管哪个女孩子都会被姐夫诱惑到的呢。所以你呢？娘亲，微末早就沦陷了。你这孩子算是彻底完了，魂都被那小子勾走了。夫人，婵婵也沦陷了。什么？夏蝉也……这臭小子才来我秦家多久？我秦府的女眷都快被他霍霍完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女儿又难受了吗？没事的，娘亲，微末早就已经习惯了。二小姐，关于你的病，我昨晚问了长公主，她说京都金禅寺有一高僧似乎治过这种病，等到了京都，我们陪你去。谢谢姐夫。公子，公子，外面的何公子和李公子想要拜访。何公子？难道是昨天与青州同桌，说要夜夜住青楼的那个浪荡子？告诉他们说不见。是夫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和那些狐朋狗友搞在一起，跟着黄鼠狼学偷鸡，一块白抹布掉地上，那就洗不清了。跟着他们学坏。是，岳母大人。听说这京城到处都是青楼，青州，你会不会去啊？这个，我当然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蒹葭性子冷，不愿意别人亲近。婚后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若不是微末身子弱，她代替她姐姐也并非不可以。娘亲，这有什么？你俩不是互相喜欢吗？早晚得成亲，也得睡一张床。哎，现在你身子弱，做不了什么。但你丈母娘呢，也不是什么迂腐顽固之人。如果你实在是忍不住，你可以找百灵，也可以找秋儿，就是不准去青楼。实在不行，我也有。夫人，夫人，田州，京都城到了。公子，夫人说家里快没钱了，还要留着给二小姐看病呢，让我们先凑合着住，别嫌弃。不过小蝶已经很知足了，
之前跟公子在洛家的时候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住的房子四处漏风，还总是被人欺负。公子，公子，小蝶，的确，与以前相比，现在的日子也是天堂。去铺床吧。公子，床铺好了，你早些休息吧，明早还要陪二小姐看病呢。我看我说，你先睡吧。那好吧，小蝶先给你暖被窝，等暖热了你再睡。这小懒虫，到了京都就不能再给岳前辈讲故事了。现在岳前辈应该一个人凄凄冷冷的站在鸳鸯楼上想事情了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孤单难过。不想了，先修炼神魂吧，顺便探查一下京都的情况。京都之地卧虎藏龙，也不少神魂强者，还是小心谨慎，隐匿容貌才是。还好有岳前辈送的面具可以遮挡神魂。神魂强者，只是这背影怎么这么熟悉？啊？难道是？师姐，你那夫君有麒麟之才，放在邢家当赘婿可惜了。只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便能一飞冲天，为你们家族挣来无数的荣耀与权势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让我带走他？所以那晚你留了他一夜，还送他贴身玉佩，就是为了让他跟你走。原来师姐都知道啊，我还以为师姐眼中只有修炼长生，一点都不关心你那个夫君呢。那他答应了吗？没有，他说他要陪他娘子。说起来，你那夫君倒是个痴情人，可惜了，他不知道他娘子呀修的是绝情道，他的这番真心注定没有回报。师姐，与其让你夫君独守空房，不如让给我，反正没了他，你还有一个与你神魂相交的相好呢。以后你离他远些。怎么，师姐你不舍得啊？行，夫君我可以不和你抢，但是那个与你神魂相交的相好，让给我总可以吧？你离他远些。师姐，你也太贪婪了，一个人独占两个，凭什么？所有好处都是你的，要不你让我带走你的夫君，助我建功立业；要不让我带走你的相好，帮我修炼。我若是不同意，这由不得你。反正你不在墨城，你护得住你那赘婿夫君，但护不住那个给你讲故事的相好。明日我便南下墨城。岳前辈，岳前辈，真的是你？你也来京都了？到此有事。你是上次给他讲故事那个相好，你也来京都了？岳前辈这次在京都要待多久？看情况。那晚辈以后每晚能过来给岳前辈讲故事吗？可以，现在就讲，从头给我讲。这人真是岳前辈的朋友，脸皮这么厚，我又没跟他说话。岳前辈现在要听故事吗？先帮你修炼吧。麻烦前辈了。我拿功法换，他需要什么功法我都可以给，只要他给我讲故事。拜他为师，或者喊他哥哥。做梦！做梦！
开始修炼吧。讲故事吧，从头开始。《西游记》第1回：灵根孕育源流出，心性修持大道生。诗曰：混沌未分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清浊变，负载群生养智人。发明万物皆成善，欲知造化会元功。话说，海外有一国土，名为傲来国，国境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名山，唤为花果山。第2回，悟彻菩提真妙理，断魔归本合元神。如果还想继续听，上来拜师。无宁死！还有一事，岳前辈可曾听闻过金禅寺的悟空大师？知道。我明日想去找他给我家七妹看病，不知他医术如何？很好，但从不见人，你去了也白去。晚辈还是想去试试。你喜欢他吗？前辈是说我家七妹吗？她对我很好，我理应回报。况且，她是我家娘子唯一的妹妹，如果她出了事，我家娘子定会很难过。虽然我家娘子不喜欢我，不久后甚至还会休了我，但我也不想看她难过。去吧，天快亮了，回去陪你娘子吧。还有什么前辈？以后不要叫我前辈，我不喜欢。叫月姐姐。对了，晚辈的名字叫楚飞扬，月姐姐可以直呼我的名字。月姐姐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晚辈就先告辞，回去陪我娘子了。月姐姐，殿下，手下来报，洛公子今日一早带着家眷前往金禅寺求药去了。那晚本宫不过随口一说，他倒是入了心。不过悟空大师近100年来都未曾露面，昔日父皇在世，前往相见也都未曾如愿。看样子，洛公子今日此行，注定是要无功而返了。花果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，本宫为了达到目的，放下了所有尊严和脸面，你会瞧不起本宫吗？若殿下想要拉拢洛公子，花果愿意代劳，无需殿下屈尊。不是他，殿下莫非是遇到了比洛公子更有才能的人？算了，本宫自会决定的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师尊，哥哥，哪个更难启齿，更丢人？哎呀，我宁死！阿弥陀佛，李司长老闭关修禅，这几个月都不见外客，
各位请回吧。小师傅，鄙人家小女身患疾病，性命危在旦夕，还请小师傅通融一下，放我们进去。静心师兄，您看……看什么看？不行就是不行，全部赶走！哎呀，骆指挥使，您来了。小僧在这儿恭候多时了，快里边请。是他们，又是这畜生！还有宋如月这个贱蹄子！谁这么一大早口吐芬芳？这早上吃的屎吧？哟，原来是骆夫人呐！您这运气可真好，竟然没被淹死。长天，就是他们，你二弟就是被他们害死的，杀了他们！好强的威压！这骆长天至少是大武士巅峰的境界，距离宗师之前，估计也只有一步之遥。本来想着这2天神魂出窍，曹公飞剑将他杀了，看来这金身化神境前，暂时是杀不了他了。佛门圣地，骆贤侄，莫非想动手不成？秦伯父言重了，我与青州兄弟多年未见，不过是想叙叙旧罢了。对了，秦伯，大哥还没恭喜你成亲。骆指挥使，难道这些都是您的亲人？看在您的面子上，倒是也可以让他们进去。不必，他们与我骆家毫无关系。对了，娘，咱们还是先进入寺庙给二弟办超度仪式，至于其他的，孩儿一有安排。哎，不是说不见外人吗？怎么他们能见？阿弥陀佛，骆指挥使为弟弟超度，兄弟情深，我佛慈悲，当然可以进。哼，为死人超度可以，救活人就不行。满嘴的我佛慈悲，实则蛇蝎心肠。我呸！还佛门清净之地，这不也是趋炎附势的小人？黑心萝卜，外白内黑。施主慎言，若玷污了佛祖，休怪小僧无礼。你算了，岳母大人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我儿子何等身份，乃锦衣卫总指挥使，你们这些庶民赘婿也配相比？切！你阿弥陀佛，闻名师叔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想请我寺的长老为逝去的亲人做超度法事。本月长老们闭寺修禅，本寺禁止外客入内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可是锦衣卫的指挥使，皇帝身边的红人。贫僧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佛祖面前众生情，告诉他们，要不下个月再来，要不到下面的佛音墙上留下好的诗词，若是能被寺院收藏，说明与我佛有缘，自然会被邀请上来。可是师叔，你话怎么这么多？去跟觉远一起，去到下面守佛音墙。大师，还请大师。哎呦喂！骆夫人，看来您这儿子的指挥使的名头也不管用啊！女婿，咱们走。哼！贱人！公子，这里就是刚才那位师傅所说的佛音墙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狗屁春花秋月愚人宴，滚你小子蛋！你身为出家人，怎么能动手？在下这首诗，那可是什么狗屁诗？我看就是狗屎！你，我如何？不会作诗，还要上去献丑，害人家师傅又费力气洗刷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毫无自知之明，这是他能乱写乱画的地儿吗？这哪怕4大才子也轻易不敢在此落笔，生怕惹人笑话。他算什么东西？
爹爹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可你的身子……我没关系的。走吧。我试一下吧。小子，血是可以，但是血完以后你得给我擦干净。若是你擦不干净的话，沙包大一样的拳头落在你的脸上。青州，要不算了。是啊，青州，这佛门作诗可不比平常，之前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肯定是不行。岳父大人，先让我试一下吧。姐夫，放心吧。小姐，姑爷能行吗？婵婵，你觉得姑爷能写好吗？百灵觉得不行。四姑爷平时写情诗骗骗女孩子还行，但是佛祖六根清净肯定不吃这一套。这小子若写不好，丢人是小，被那凶和尚打破相那就坏了。这孽种还想在佛印墙上写诗？想要做好佛门禅师，必须要有一定的阅历以及精通佛理，否则就算是江南才子李三思，也断不敢在这佛印墙上落笔题诗。强行出头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不错，这某些人自以为会做几首吟诗燕词，就敢在佛祖面前卖力，一个卑贱赘婿，也不怕玷污了佛门圣地。你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佛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什么横看竖看远近高低云里雾里，写的什么狗屁东西！就是啊，这都让人看不懂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诗。不对，此诗似乎暗藏哲理。快看，他又在写第二首了。卧佛山上金禅寺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为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这野种还在写，难道还有第三首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一连做3首。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道此山大于月。若有人眼大如天，当见山高月更阔。这3首诗似乎……胡诌的烂诗也敢在此卖弄，玷污我佛门圣地。我就说嘛，一个乳臭未干的野种，能写出什么高深的禅诗？自取其辱，活该！真元师兄，这个人我是巨石门外的，没想到又跑到这儿来捣乱，我这就把墙给刷了，然后把他们赶走。师兄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要是不打你的话，你就将本寺即将流传千古的稀世珍宝给毁了！快滚！真的。公子，大才！寥寥3首诗，看似简单，却富含精妙佛理。公子，你若是方便的话，请随贫僧上山，与本寺长老一同畅谈佛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孽种怎么通晓佛理啊？小姐，姑爷好厉害呢，还会做禅诗。那当然了，姐夫一直都很厉害呢。婵婵，完了，佛祖也要被四姑爷骗到手了。这小子还算没给我丢人。哎呦妈呀，
洛夫人，看样子又让你失望了。微末、蒹葭，咱们走入金蝉寺。公子，这几位是？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可以一同进去吗？啊，可以。那这几位呢？我与他们不必，他们与我洛家毫无关系。毫无关系？这……学员，刚才下面佛印墙那首诗是谁写的？回师叔，是这位骆公子所写。骆公子大才呀！这3首禅诗各具佛理，年纪轻轻便有这般悟性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慧明大师，我们此次前来，实在有事相求。若是为旁边这位女施主治病而来，骆公子实在是抱歉，贫僧无能为力。慧明大师，贵寺可有一位名叫悟空的高僧？悟空？啊，敝寺并无此人。不应该啊！难道长公主骗我？还是说这位慧明大师资格不够？不知大师可否带我们见一见贵寺的方丈？骆公子，方丈近期闭关修禅，贫僧也好久未见了。姐夫，要不这样子吧，我们进去烧炷香就走吧。慧明大师，方丈如何才能见客？骆公子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又何必执着呢？大师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做百佛寺不如活1人，还请让我们见一见贵寺方丈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做百佛寺不如活1人。骆公子，此话从何而来？随心而说。骆公子果然是极具慧根，随口而出便是至理真言，简直是与我佛天生有缘。骆公子眼中佛光闪耀，心中佛像端坐，不知可否加入我佛门？阿弥陀佛。骆公子，众位施主可在此殿烧香拜佛。骆公子的那3首不比这几首差，也可书写裱起来挂于此处。大师，如果我可以再做出几首比这些佛迹好的作品，不知可否让在下拜见一下方丈？好大的口气！你刚刚说你能再写出几首比上面这几首佛迹还要好的？敢问公子何名？就连现在江南4大才子之首的柳三思，也不敢这般口出狂言吧？慧明大师，如果在下做得出来，可否答应在下的要求？骆公子，方丈实在是……慧明大师，让他做吧。他若真能做出来比这上面还要好的佛迹，我相信方丈大师会愿意见他的。他若只是说了大话，那即刻赶出金蝉寺。骆公子，要不你就试试看，但贫僧并不能保证方丈能出来见你。楚无呆，写吧，我看你到底有几分本事，敢在这大殿之上这样口出狂言。姐夫，没事，几首佛迹而已，我答应过要帮你看病，定不会食言。前世我读书过目不忘，熟读佛道儒各家经典诗集，
我就不信前世佛家5000年的积累，还征服不了你们。今日，小爷我就让你们吃点好的。无念念其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惧不济，常遇白牛车。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官自在。了尽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还宿债。这有相有求俱是妄，无形无见堕偏空。堂堂秘密何曾问，一道寒光若太虚。好奇妙的佛节，这谁在显示？耳闻无相理，眼空不受色，鼻嗅无相香，舌尝无相食，身着无相衣，意随无相得。随无相得。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这是好一句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施主这首佛节，当成为弟子之贵宝，当悬挂于佛殿正厅，竟是我佛门弟子啊！阿弥陀佛，骆公子，这位是莫名师兄。莫名师兄已经3年没有见客了，你若想见方丈，请问询于他。莫名大师，可否让我们拜见一下本寺方丈？哎，段王爷，不可拿走，那是我寺瑰宝，不可拿走。这笔墨纸砚都是本王的，连桌子也是本王的，何时成了你们寺庙里的东西了？阿弥陀佛，端王爷，那笔墨纸砚虽然是你的，但是那上面的东西是贵寺的贵客带来的，还望您手下留情，把东西留下来。好的，东西本王拿走了，你没意见吧？端王爷还是还回来的好。本王偏偏就不还，你能怎么样？端王爷，哎，这你们谁敢拦本王啊？本王身有重疾，现在头晕一眼花，要是突然死在你们手中，你们是谁敢负责？哎，端王爷，端王爷，端王爷，阿弥陀佛。操！妈的，真脏啊！师叔，不如让骆公子重新写一次。落笔于纸，只有出没有灵。第2遍，佛光已暗淡矣。待各位贵客进大殿吧。骆施主，请。您可带3人进入。我和夏禅去。老爷，你放心，他要还说青州跟佛有缘，我让夏禅给他一个透心凉。蒹葭和百灵去，你留下。老爷，骆公子，你所要问的问题，由莫名长老为你解答。阿弥陀佛。莫名大师，不知贵寺是否有一位叫悟空的高僧？听方丈师兄说过，氐寺的确有这么一位师祖，但他具体在哪里，
谁也不知道。不知在下可否见一见方丈大师？若施主为了看病的事情，那可能要让洛公子失望了。方丈宁远师兄已经参禅多年。大师，在下这里还有一首佛记，这首佛记是对刚刚那5首的回应。若方丈大师可以令我们一见，我可以把它写下来，作为初稿送与贵司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阿弥陀佛，菩提本无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稍等。姑爷好厉害啊，连这几位老和尚都被姑爷驯服了呢。不会说话就别胡说，什么叫驯服？那二小姐被姑爷驯服了，可以了吗？又胡说！姐夫，百灵说的对啊，灰木早就已经被你驯服了，心服口服，手服脚服，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呢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宁远有礼了。方丈大师，今日冒昧打扰，我家妹妹身子患病多年，常受折磨。听闻贵寺的悟空大师医术通天，不知能否一见？以洛公子在本寺留的那几首佛记，婢寺若能帮忙，绝不推辞。只是悟空祖师闭关100年，早已不知去向。这卧佛山纵横千里，洞穴数百，我等真是无力找啊，爱莫能助。洛公子，可否让这位女施主伸出她的左手，让贫僧看看她的掌心？大师，如何？大师请说，不必避讳，我家妹妹承受得住。体魂衰弱，五脏枯竭，神仙也难救啊！大师，我还能成器吗？若只是拜堂，这还可以，但要是入洞房的话，多谢大师。姐夫，我们走吧。方丈大师，我这里还有一部经文，名叫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准确的来说，这是半部。如果贵寺的悟空大师愿意见我一面，我可以全部写完。这本心经乃是前世5000年佛教思想的核心所在，我就不信这方丈看了能不心动。罗公子，并非贫僧不愿意帮助你，实在是悟空师祖他……方丈，我们明日还会前来，告辞。罗公子，本寺还有其他回赠。方丈还是先把手中的经书看完吧。我们此次前来，只为治病，不为其他。走吧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舍利子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莫非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？不会错，这绝对是上古时期失传的佛门之宝——般若心经。
宁远师兄，咱们只有上半部，那下半部呢？洛公子说，只有见到悟空始祖才会写下半部。我已命人去撞响金蝉钟，只有用这个办法，才能把悟空始祖引出来。不行，这是佛门至宝，贫僧我等不及了，我这就去后山用狮子吼去唤醒悟空始祖。回民，青州怎么样了？娘亲，没事的。夫人，我们只见到了方丈，并没有见到那个悟空大师。那方丈给温墨看病吗？怎么说？方丈说二小姐的身体很好，让我们不用担心。蒹葭，你说，神仙难救。这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是出啥事儿了？该死的！金蝉寺只有大地入侵时才会撞钟摇人，不会是来抓本王的吧？本王不就抢了他们几首诗吗？再说这诗也不是他们的呀！哎，快跑！洛公子，请留步。公子，方丈让你回去。来杀青州的。姑爷，那位童子莫不是悟空大师？洛公子若可舍弃红尘，入我佛门，必当飞升成佛，不死不灭，普度众生。你休想！你想让我家姑爷出家当和尚，你问过我没有？除非你先说服我，让我当尼姑啊！白灵，休得无礼！我。前辈可是悟空大师，若能救下我未婚妻，我愿写下心经，吃斋念佛3年。恐怕要让洛公子失望了。我非佛祖，哪里能让人起死回生？贵夫人油尽灯枯，身魂皆苦，贫僧无力。连大师也没有办法吗？贫僧虽无力，但有一法或许可救。不过若要做到，只怕会很难。大师请说。这上面写着救治所需的方法及药材，不过炼制此药需要一位武神境界的武者，以及一位阳神之境的神魂修炼者配合，否则难有效果。武神、阳神，这近乎天人之境，世间真有如此强的人吗？有，自然是有，无非难寻罢了。这是我佛门至宝佛光舍利，洛公子可把它放入香囊，让贵夫人随身携带，有佛光滋养，可为贵夫人续命3、5年。谢悟空大师。洛公子可不用留下剩下那半篇心经，毕竟贫僧没有帮上什么忙。师祖啊，这是佛门至宝。我们走吧。不是，真不给？贫僧的狮子吼不白吼了。洛公子，其实你们是有希望的。阿弥陀佛，洛公子慢走。方丈，告辞。如此大才，却不能入我佛门，可惜，可惜呀！这东西真能治好微末的病，这次你们没骗我吧？娘亲，是真的。你别扯我，让你姐说。蒹葭，这佛光舍利真的有用？
有用。带上。青州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今晚让你岳母弄点酒菜，咱们回去好好喝一杯，不醉不休。老爷，这青州啊，明日就要入朝殿试了，怎么能喝酒呢？那就少喝点儿。那就少喝点儿。好。大家跟着累了一天，都先回房休息，等饭菜好了再喊你们。姐姐、姐夫，今天谢谢你们陪我看病。其实，只要再多几年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小姐，回房休息吧。姐夫，记得送姐姐回房间。二小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只有3、5年，我会彻底治好你的病。姑爷，我和婵婵送小姐回去就可以了。大小姐，今晚可以同房吗？四姑爷刚调戏了二小姐，转头又来调戏我家大小姐。小蝶，姑爷是不是每天晚上还要欺负你呀？这不是上次大小姐她要来同房，最后没来吗？哎呀，要不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睡的我，小爷我又岂会厚着脸皮多此一问？那本心经，可否给我写一份？大小姐是说佛经？我这娘子本就清清冷冷、无欲无求的，我若是再把佛经给她，万一她看完后皈依佛门当了尼姑，丈母娘还不得杀了我？不行，姑爷，小姐好不容易求你一次，为何不可？大小姐，那是佛经，不适合你。小气鬼，佛经都不给，还和我们家小姐同房。婵婵，姑爷刚才说他不行，那既然不行，那东西留着也没用了，出剑斩了吧。我靠，真斩啊！不准你伤害公子！心经，写。婵婵，这真不怪姑爷小气，你家那大小姐性子本来就冷，真要是读了佛经出家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大小姐，不会。那好吧，我写就是。夏婵，可以给大小姐写首诗吗？她喜欢诗吗？你的诗，大小姐都有看。行，那我写一首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小姐，好美的情诗啊！婵婵，这真的是姑爷主动写给小姐的？是自愿的。小姐，姑爷这首诗题是蒹葭，一连出了3个蒹葭，句句都是你，句句都提你，而且这诗好像是求欢。呸，不是求欢，是爱情诗。姑爷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小姐，晚饭已经做好了，夫人让我叫您过去用膳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蒹葭还是不来吗？这臭丫头性子还是这么冷，我去叫她。算了，一会儿让珠儿给蒹葭送过去便是。
青州，自你入我秦家之后，不止屡屡为我秦家解围，而今更是帮微末治好了多年的旧疾。这杯酒，我代表秦家敬你。这是岳父大人，万万不可，这不合礼法。这小子现在知道礼法了，之前背着我勾搭自己小姨子，霍霍我秦家女眷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礼法？哼！姐夫，既然爹爹敬你不合礼法，那就微末敬你。这……哎呀，别敬这个敬那个了，麻不麻烦？咱一家人喝一杯。好，就听你岳母的。小蝶、秋儿、珠儿，你们也过来。这杯酒不求富贵，但求平安。祝我们一家人永远平平安安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是什么人？想必这位就是秦大人吧？我乃锦衣卫校尉吴北，今日接到命令，需要你们秦家几人配合调查，把其他人带上来，清点人数。锦衣卫，莫非是他派来的？姐姐，金家大人，可否说明白一些？我们秦家初来京都，不知犯了何罪要抓我们？秦大人，并非京都之事，而是墨城成国府二夫人杨平和她的女儿前几日被人割下了头颅，惨死荒野。根据调查，二夫人生前最后去的地方正是贵府，所以才请你们过去问问情况。我跟你们去。姐夫，青州，岳父大人，没事，问几句话而已。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自己一人还不够，今日我们要带走的是秦家所有修武之人，秦文正、夏禅，还有秦家赘婿骆青州，这三人今日我们都要带回去调查，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你们这般抓人，可有证据？证据等到带回去审问之后，自然会有。你们这是在严刑逼供，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况且青州是大言的金科状元，功名在身，我看谁敢有刑？我锦衣卫查案抓人，不遵王法，只奉圣上之命。至于功名，圣上说了，在案子查清楚之前，暂时剥夺骆青州的功名。我劝你们还是莫要抵抗，乖乖交出这三人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怎么会这样？秦大人，门外车马已经备好，请吧。秦大人，这是要拒捕吗？我劝你可想清楚，你府上这么多漂亮女眷，到时候血流成河，可就后悔莫及了呀。青州，走吧。老爷，看好家，等我们回来。老爷，公子，别试道，拿这个去找长公主，就说她的雄图霸业，我帮她完成。夏禅，没事的，我跟你一起。大小姐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把夏禅安全带回来的。走吧。大人，秦家嫌犯已全部带到。是你，秦叔叔，青州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骆长天，果然是你！为了对付我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，不惜杀害二夫人母女。笑话！杀害二夫人的
明明是你洛清舟，是秦家人。洛延年，你个老狗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文正兄，不要争那么大气性，气大伤身呢。少给我假惺惺的，害得我丢失爵位还不够，现在还想谋害青州，毁他的前途功名。亏你还是青州的亲生父亲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一个贱人所生的野种，也配跟我家老爷攀血缘？当初老爷外出办事，路上遇到一个贱人，酒后强要了他，给了几两银子就走了。后来那贱人竟找上门，老爷看他们母子可怜，方才收留。现在看来，你这小杂种，怎么可能是我们洛家的种？你根本就不配！你是说，我跟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？当然没有。我很庆幸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哦，是。如果你今天死在这，你还庆幸吗？你敢！洛长天，没有证据，你怎敢杀人？杨氏母女之死，与青州与我们秦家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岳父大人，何必跟他们费口舌？所谓查案只是借口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置我们于死地。小野种，你说对了，你杀我玉儿，今日非要割掉你的脑袋，给我的玉儿报仇！长天，不要耽误时间了，动手吧！秦家嫌犯杀人害命，罪不容诛，按大严律死。动手！岳父，查查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连累了你们，连累了秦家。秦州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连累？既然苍天无道，今日你我翁婿二人便杀出一条道。本想修为进阶后再与洛家了断，看样子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既然无法平静生活，那便只能掀起风暴，埋葬这一切了。杀！谁？长公主。拜见长公主。感动本宫之人者，死！杀本宫之人者，死！臣锦衣卫指挥使洛长天拜见长公主殿下。先生，让你受惊了，是本宫的疏忽，本宫向你道歉。殿下言重，殿下及时赶到，在下应该感激才是。先生，自家人何必客气？走，本宫带你回宫说说话。长公主殿下，不可，臣不过是……你要拦本宫？臣不敢。殿下乃是国之公主，更受封大将军衔，臣不过是微末之躯，万死不敢冒犯公主。不过这几个人涉嫌命案，是圣上钦点的要犯，臣不过是奉命行事，没有圣上的旨意，臣万死不敢放走这几个嫌犯。本宫都舍不得动的人，你也敢动？况且你虚构罪名，公报私仇，真当本宫不知？如今还敢拿圣上威胁本宫，简直大逆不道！今日本宫便为国除奸，杀你这奸臣逆臣！皇上到！臣洛长天拜见圣上。皇姐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刚才朕去找你，还以为你在母后那里。圣上，你的锦衣卫没有证据，胡乱抓人，而且抓的还是本宫的人，所以本宫过来看看。朕以为是什么大事，原来就这件小事。皇姐何必亲自来一趟？找个人跟朕说一声就是。这不是小事，没有证据，擅自抓人，还要刑讯逼供，若是传出去，大言岂不人人自危？圣上，锦衣卫最近做的事情，可没有一件好事。哦，
洛长天，你来说说，为什么要抓黄姐？回圣上，莫城城国府二夫人杨氏和她女儿遭人杀害，惨死荒野。根据调查，杨氏最后去的地方就是秦府。臣不过是请秦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，并没有长公主所说的严刑逼供。臣不过是……放肆！你说这话，难道是说黄姐在污蔑你？臣不敢。最好不敢。告诉你，朕的皇位都是因为黄姐才得来的。若非黄姐保举，父皇岂会传位于朕？若非黄姐能征善战，我大延边境又岂能高枕无忧？你如今乱抓黄姐的人，难道你是想挑拨朕与黄姐的姐弟情谊吗？臣错了，臣错了，臣错了。黄姐，她既然都知道错了，看在朕的面子上，就饶了她这回吧。这些人，黄姐直接带走便是了。本宫可以饶了他，但日后圣上还是规训下你的几弟位，依法行事。若是再如此肆无忌惮、胡乱抓人，迟早引得朝局动荡，民怨沸腾。是，黄姐教训的是。我没有要教训你的意思，你我是亲姐弟，我只想对你说，做皇帝不得为所欲为，要心系百姓，以身作则。是，黄姐教训的都对。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这几人我便带下去。殿下，按您的吩咐，已将秦大人送回家中，但那个叫夏蝉的侍女却执意守在宫门外，要和洛公子一同回去。想必是担心洛公子的安危吧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公子真厉害，连侍女都对公子如此情真意切，想必秦府中的姹紫嫣红应该都被先生一网打尽了吧？殿下说笑了。先生觉得花骨如何？若是喜欢，本宫可以将她赏你，当个侍妾。花骨小姐乃京都第一花魁，自然貌美，但荆州早已成亲，且没有纳妾的想法，怕是要辜负殿下的一番好意了。看样子是不喜欢了。先生，觉得本宫如何？殿下所问何意？先生大才，本宫甚为喜欢，所以想问问先生，本宫可比你那娘子漂亮？先生可愿意离她而去，做本宫的夫君，与本宫共赴巫山，行鱼水之欢？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开玩笑。哪怕借荆州10000个胆子，荆州也不敢对殿下有半点非分之想。怎么，先生觉得本宫不够美吗？比不上你那娘子。殿下当然美，殿下之美，天下独一无二。而我那娘子，则是另一种美，一种清冷如仙的美。这当然不敢跟殿下相提并论。至于殿下所求，青州万死不肯答应。且不说草民蝼蚁之躯的身份配不上殿下，我家娘子对我恩重如山，除非她主动和离，否则我万不该舍弃，做出此等薄情寡义之事。先生不必紧张，本宫只是同先生开个玩笑。还请坐吧。这是试探我吗？这位长公主道行深厚，我不时听不到她的心上，就连心思也难以捉摸。一会儿还是小心些好。先生，本宫救你一命，以身相许，你不愿意，
那先生又该如何报答本宫？自然是帮助殿下了结未解心愿，问鼎天下。先生可知，此话说出，可是诛九族的罪过。若不是长公主相助，怕是青州的九族已经不在了。既然先生如此坦诚，那本宫也就不瞒先生了。我这个弟弟看似对我恭敬有加，但却是阳奉阴违。我向他推荐的人才、政策，他表面上应允，但最终都会遭到贬斥和无视。正如你的科举功名，不也被剥夺了？只因为本宫向他推荐过你。那怕是圣上忌惮殿下在朝中安插的党羽。我理解，为了国家安稳，我可以远离朝廷，专心军务。可是他竟暗中劝动母后，要收回父皇赐我的封国，收我兵权，还想让我远嫁他国，逼我离开大燕。我想不通，明明我一心帮助他们母子，一心为国为民，他的疆域是我守护，他的皇位是我保荐，可为何他还要如此逼我？一山不容二虎，殿下功高震主，他们必然记得。现在他是逼殿下远嫁，而下一步怕是要逼殿下自尽了。所以我不愿坐以待毙，宁被天下人咒骂，在史书上遗臭万年，也绝不能让大燕被他们糟蹋。只是本宫是女子，女子又如何？巾帼不让须眉，男子能坐的位置，殿下都可以做到。不论男女，只要足够优秀，他就该获得他本该获得的东西。可先生的思想并不能代表大燕百姓。若我贸然起事，各地诸侯必将对本宫口诛笔伐，大燕百姓也会对本宫群起攻之。殿下想解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只不过需要一个师出有名即可。听说圣上一直对各地诸侯王十分忌惮，殿下为何不暗中安排人劝陛下削藩？贸然削藩，容易引起藩王造反，他没有这么傻。殿下可听闻过推恩令？推恩令？不错，这是一项削藩政策。原本诸侯王死后，他的王位和封地只会传给嫡长子，而推恩令会将封地划分为小份，在诸侯王死后分给他的每一个儿子，如此封国将越分越小，直到不足为虑。虽然这项政策也是为了削藩，但除了嫡长子，其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有好处。即便诸侯王心中不满，但他也不能说什么，毕竟这封国还是自己家的，只不过死后被他自己的儿子给瓜分掉了而已。先生这个计策好生歹毒，本宫现在可以想象，当各地诸侯王听到这推恩令时，何等的绝望和愤怒。当然，也能想象，当他和朝臣听到这个计谋是多么激动。不错，推恩一出，各地诸侯虽然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心中必定对皇上心生不满。到时候，殿下只需要以亲捐策为名起兵，各地诸侯必然一呼百应，大事可成。先生今夜所言，对本宫来说皆是振聋发聩。本宫很庆幸能够遇到先生的帮助和指导，万分感激。先生若不嫌弃，今夜便在本宫宫中住下，明日再将先生送回家。多谢殿下好意，但家中有娘子守候，青州还是回去吧。殿下，秦家人到了，因是要接陆公子回去。看样子今夜是不能留住公子了。
别蹦了，过来。夏蝉，姑爷真的没事儿。青州，姐夫，回墨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，这次多亏了长公主。谢长公主搭救之恩。不必谢我，你们该谢的人是先生。若非因为他，本宫不会插手今夜之事。说起来，你们秦家运气真好，竟能捡到先生这样的人当女婿。殿下过誉了。早些回去休息吧，改日本宫会再上门叨扰，请教先生学问。告辞。师姐，现在我总算明白，为何修炼无情刀的你，今晚会破例来求我救他一命。也是，毕竟像你夫君这样的人，世间怕是没有女子能抵抗得住他的魅力吧。离他远些，他不属于你。师姐，我可以不抢他，但是那个每晚给你讲故事的相好，必须让给我。这两个人，我必须得到一个。不行，你别忘了，我今晚刚帮你救出你的夫君，你本该报答我。你已经得到回报了。这个由不得你！你夜西湖之上，我必将抢走你的相好。可恶！那小子不知道给长公主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几次三番的庇护她。长天，现在还有办法为你二弟报仇吗？长公主位高权重，尤其是在军中的威望远超圣上。她若执意庇护，莫说是我，便是圣上，也奈何不得那洛清舟。这岂不是说我们永远给你弟弟报不了仇了？娘，你也不用太着急。这次圣上专门让太后召长公主入京，就是在着手瓦解她手中的权力，逼她远嫁异国。等长公主一走，我们杀那赘婿，灭秦家满门，不是易如反掌。至于在这之前，我们虽然奈何不了他，但是却能让他们在这京都之地寸步难行。长天，此话怎讲？我已经让锦衣卫查封了他们在墨城的一切家产，秦家没了爵位，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。现在连在墨城的退路也被我给断了，不出几日，他们将没钱度日。这个主意好，杀不死他们，那就饿死他们。等秦家穷得吃不上饭了，估计宋如月那个贱蹄子只能去青楼卖身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我跟青州也就罢了，微末身子刚好些，急需营养。知足吧，怕是到明天连买菜的钱都不够。来之前，咱们不是带了不少钱吗？这光是路费就花了一半，剩下的钱又是添家具和租宅子，本来就不剩多少。昨天晚上还遭了贼，还把值钱的东西全都给偷走了。原本是想着等微末看完病，青州考完殿试，咱们就回墨城。谁没想到这骆家人下手这么狠，除了青州的功名，还把咱们在墨城的家产全给没收了，想回都回不去。这骆家人想饿死咱们呀！说不定昨天晚上那贼就是他们派来的。
我想想办法吧。这洛长天着实阴险，之前陷害我不成，现在又开始耍各种阴险手段，事后怕是会变本加厉。不杀他们，日后将永无宁日。看样子得找月姐姐提高实力了。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，我今日不是很饿，先回去了。想听故事，就叫哥哥或者师尊，其他免谈。师姐，你不要贪得无厌。今夜我必须带走他。你可以试试。师姐，你如此霸道，就不怕我把你的老底告诉你那相好，说他尊为神女的前辈恩师，现实中有个赘婿夫君，而且他那夫君还跟小姨子勾勾搭搭，不清不楚。你觉得我会在乎？你当然不会在乎了，可是你那相好呢，在他心里应该很崇拜你吧？要是他知道你被自己的妹妹和夫君戴了绿帽子，会如何看你？你在他心中的圣洁美好形象，会不会瞬间崩塌呀？你找死！怎么，师姐被我戳中痛处了？那就按我说的，让他跟我走，给我讲故事。你敢动手？奇怪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难道月姐姐出事了？月姐姐，你们这是在打架？讲故事，叫师尊或者哥哥，至少要再讲一些，让我看看他有没有那个资格。从第2回讲。悟彻菩提真妙理，断魔归本合元神，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妙演3成教，精微万法全。说一会儿教，讲一会儿禅，3家配合本如然。开明一字归成理，指引无声了性玄。开明一字归成理，指引无声了性玄。月藏玉兔日藏乌，自有龟蛇相盘结。相盘结，师姐这相好竟会如此精妙法门，怪不得师姐不顾同门情谊，也不让我带走他。就到这儿吧。然后呢？后面的呢？继续，不要停。他不让你讲你就不讲，你就这么怕他？你不怕他？你赢了，说吧，你想要我叫他什么？师尊。好，那我偏要叫他哥哥。把面具摘下，我要先看看你的模样，要是看得顺眼，叫你一声又何妨？这位前辈怕是没有弄清楚情况，现在是你有求于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会后悔的。我也没有逼你，你可以走啊。哥哥，现在可以讲了吗？可以了。好羞耻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成大事者必有舍弃，反正那人又不知道我是谁，没什么好丢人的。等你听完了这则故事，利用完了他，再好好把逝去的尊严和脸面讨回来，到时候让他叫我姐姐，不叫我主人。却说美猴王荣归故里，自剿了混世魔王，夺了一口大刀，逐日操演武艺，教小猴削竹为镖，削木为刀。汝等既登王位，乃灵显感应之类，为何不知好歹？我老孙修仙了道，与天同寿，超越3界之外，跳出5行之中，为何着人拘我？你可以回去了。不行，我还没听够呢。
继续，不要停。我要修炼神魂了，下次再讲。不行，你今夜只讲了一回，这不公平。这故事并非凡物，每一章都蕴含着隐秘的悟道之法。你先回去，把这章琢磨清楚。等你琢磨清楚了，他自会讲下一章。那好，明夜我再来。坐下吧，我帮你修炼神魂。月姐姐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除了每晚打坐、吸收日月精华之外，还有更快的修炼神魂的方法吗？我想尽快提升修为。为什么？为了报仇吗？不止这些，我家七妹身患重病，唯有神魂炼制阳神境的强者方可救治，不然3、5年后便会香消玉殒。我家娘子性情冷漠，唯一的牵挂便是她这妹妹。我深知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不想我家娘子受这人间之痛，所以晚辈不才，想以蝼蚁之躯叩问阳神之境。为了娘子吗？3日后再来吧，我会帮你加速修炼。这功法白日多加修炼，有淬炼肉身之效。肉身强大了，便可反哺神魂。牛魔神功，谢月姐姐。牛魔神功，牛魔拳。公子，休息一下吧。水都打好了，小蝶伺候您泡澡。好。公子好大，2只小手恐怕都握不住吧？我记得公子原来的拳头没有这么大的。月姐姐送的这牛魔神功果然厉害，我仅仅修炼1天，便觉得拳劲长了3成。小蝶，你说公子一拳下去，你会哭多久啊？小蝶可能会痛得直接晕死过去。公子，小蝶身子弱，受不了的。公子跟你开玩笑的，公子怎么可能舍得打你呢？公子，这是小蝶为你缝制的襦袍，你看合不合身？不错，挺舒服的。对了，二小姐呢？几天没见到她了，她身体怎么样了？二小姐，她去卖字画赚钱了。二小姐都去赚钱了，现在家里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了。夫人说，再有7天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。是得想点办法帮家里赚钱了，可是要怎么搞钱呢？小蝶，你说什么人的钱最好赚？当然是女人的钱最好赚了。我听珠儿说，之前老爷爵位还在的时候，家里1半的花销都是给夫人买衣服和首饰了。对呀，赚女人的钱。小蝶，你可太聪明了。小蝶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丝袜。你不是会做衣服吗？按照这个图纸，每样做1件，到时候公子卖出去赚钱。啊！可是公子，这种羞人的东西会有人买吗？公子自有妙计。小姐，有人送来了奇怪的衣服，还有一封信，说让你亲启。好。上元将至，听闻京都城要在上元之日重选花魁，只要今晚花果姑娘能身着此丝袜现身花楼，小生愿献上诗词一首，
祝花谷小姐蝉联花魁魁首，与师一同名传千古。小姐，估计是某些登徒子的恶作剧吧，还是不要相信的好。无论诗词真假，这衣服设计的倒是别出心裁，不妨一试。只是不知道设计出如此羞人衣服的人，到底是何等的登徒子。哎呀，李兄，不知道，好久不见了。上元节那一天，来，京都啊会重选花魁，花谷小姐在今晚重金求师，以备选花魁之位。真的假的？这么说，今天晚上能见到花谷姑娘了？肯定能。哎，坐。哎，公子，你说花谷姑娘会穿吗？等着便是。花谷小姐到。快看！哇，好，太漂亮了！花谷小姐不愧是京都花魁，这丝袜美腿，连小爷我都快挡不住了。诸位公子，奴家花谷有礼了。上元将近，京都将重新选取花魁，花谷愿花白银1000两购买诗作，不知哪位公子藏有佳作呀？本公子对银子不感兴趣，只想与花谷姑娘彻夜长谈。柳三思，江南4大才子之首，看样子今晚花谷姑娘要名花有主了呀！是他？公子，难道今晚送我丝袜的人是他？柳公子，早就听闻柳公子诗才过人，若是今晚柳公子作的诗能赢得花谷倾心，今晚花谷愿意好生照顾柳公子。好，花谷姑娘，你可听好了，此诗名为《赠佳人》，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。一笑可倾城中色，何须粉黛衬红妆。好诗，好不愧是4大才子之首，太好了！是啊，哎呦，花谷姑娘，此诗如何？你若喜欢，便赠与你。柳公子大才，这首诗花谷很喜欢，不知在座的诸位，谁愿意和柳公子一较高下？花谷小姐，你又何必多此一问？柳兄诗才冠绝无双，他一开口，岂能有人再作诗自取其辱？谁说没有？柳公子的诗固然精妙，但却比不上花谷小姐的花容月貌。你是谁？好生狂妄！这么多年，质疑本公子诗才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这位公子可是已有佳作？花谷小姐本就貌美，再加上这白色丝袜衬托玉腿修长，使花谷小姐变得更加芳艳动人。小生不才，情不自禁作诗一首，愿赠与花谷小姐。花谷姑娘，哎，柳兄，他想做便让他做，不过自取其辱罢了。我不信这天底下还有人诗才能超越柳兄。公子，请吧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现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失礼了，花谷小姐，此诗赠您，小生就此别过。公子，请留步。
公子，哎，花姑小姐，让开！柳兄，你看看，怎么回事？公子留步！多谢公子赠诗，还请公子跟花谷移步楼上，花谷好将千金奉上。花谷小姐穿丝袜现身，已是对小生的酬劳，不必另行道谢。哎，是洛公子吗？小姐，今天咱们这些字画应该能卖不少钱吧？只可惜魏墨才学疏浅，即便用这些字画换些钱，也是杯水车薪。二小姐，姐夫，夫人在家吗？夫人一大早就出去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姐夫，你怎么了？闯祸了吗？这是……这里面有200两银子，等夫人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说是卖字画赚的钱，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。姐夫，这么多钱是哪来的？姑爷，你该不会是偷来的吧？所以才不想让夫人知道。怎么可能？正经东西，这才刚开始，以后会更多。姑爷赚了钱还鬼鬼祟祟，莫不是去青楼卖身换来的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呀！发生什么了，娘亲？哎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方市里啊出现一种叫丝袜的衣服，它卖的极为火爆。我好奇的去看，发现那衣服穿起来呀，哎呦，那简直轻浮暴露，那就不知道是哪个登徒子想出来的，简直伤风败俗。夫人说的是这个？这你买了？婵婵喜欢，我买给婵婵穿。我还听说，那日京都花魁就是穿这个丝袜，引来一个书生给他作诗，那诗押的，就连京都的4大才子之首柳三思都自愧不如呢。就凭这诗，那花魁的美名已经传遍大言了。哎呀，这丝袜真有这么厉害？娘亲，魏墨觉得厉害的不是丝袜，而是那做出惊世诗词的诗人。姐夫，对吗？这应该是吧。姑爷这么紧张，莫不是那日青楼上注诗的书生是姑爷？还是说这羞人的丝袜是姑爷做出来的？说，这丝袜是不是你做出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青州自幼饱读圣贤书，心存礼义廉耻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物品？哼，最好如此，否则呀，我让夏蝉打断你的腿。哼，珠儿，咱们走。是。这东西啊，你们把握不住，我拿回去。批判一番。夫人，那是我买给婵婵的。百灵，不怕，姑爷这还有呢。这都是小蝶要买的，姑爷这还有呢。嘿。长天，长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派去秦家的太子来报，说他们不但没有饿死，还买了新宅子，又雇了几个丫鬟护院，生活过得比我们都好。这哪里像没钱的样子？哎，爹，稍安勿躁，儿子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大人，查到了，是秦家的赘婿，近期与京都各大制衣局合作，生产丝袜到坊市售卖。秦家的钱财全是售卖丝袜得到的。说什么？那些坊间火爆的丝袜是那个野种制作的？是的，大人。看来那日在日枕楼前风头压过柳三思的书生，就是洛青州，借助花魁和诗词来宣传他的丝袜，还真是好算计。老爷快看，妾身买了什么？
丝袜。对，各种款式的都有。最近这衣服爆火，世家贵族的夫人小姐都暗中派人竞相购买，去晚了根本买不到。妾身跑了好几家制衣局，最后才找到一家，把他店里的存货全部买下来了。老爷，今晚早点回屋，妾身穿给你看。我穿你妈个头！老爷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道这些丝袜是谁生产的吗？是秦家，是秦家中那个野小子生产的。什么？还买这么多一个蠢货，你是在给他送钱，知道吗？公子，这是各大制衣局送来的分红，小蝶数过了，足足有数千两呢。他们还说，若是公子以后设计出新的款式，一定要先跟他们合作，分成比例，还能再谈。怎么样，公子厉害吧？只需要略微出手，便能换来一场富贵。公子最厉害了。行了，傻丫头，赶紧把这些钱换成银票，给二小姐送过去，让她找个合适的借口，转交给夫人，用作家用。我这就去。时间不早了，该去西湖找月姐姐了。已经2晚没来了，今晚难道又要空等一场？他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本宫已经忍受屈辱，叫他哥哥了。或许他在陪他的娘子。娘子有什么可陪的？难道我们2人还没他娘子有魅力？看什么看？本宫的意思是说，给我们2人讲故事，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他应该珍惜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他娘子身上。只要把本宫伺候好了，本宫可以赏他后宫娘子3000人，叫他夜夜笙歌，乐不下床。怎么，本宫说的话让你不高兴了？师姐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怕别人抢了你那相好？师姐，既然你如此在意你那相好，不如就把家里的夫君让给我吧。别想！哼！师姐，你如此逼我，就不怕等你那相好来了，我就把你那夫君和小姨子眉来眼去的丑事全都告诉他，叫你形象破碎。随你，那时我也会告诉他，大言的长公主喊他哥哥。你狠！祝你永远无情无义，没人爱没人疼，就连你那相好，以后也当着你的面劈腿，最后弃你而去。月姐姐，这么晚才到，2晚都没来了，今晚多讲几回。月姐姐，关于上次问过你快速修炼的事情，我可以雷霆之力帮你淬炼神魂，不过雷霆之力残暴，需要一件法器护住你的神魂本源。什么法器？你不会是想让我把我的玄火内甲给他吧？你休想！这可是我的贴身内甲，岂可给旁人穿？如果他魂飞魄散了，那时候你损失的可不是一件内甲能够相比的。那他可以不必急着修炼啊。我急，月姐姐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不用看我，你急是你的事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可以走了，以后不必再来了。你敢赶我走？月姐姐，我今天讲完故事后，还请你帮我引雷淬炼神魂，为了娘子，为了家人，就算是魂飞魄散，我也愿意冒险一试。月姐姐，我今晚就不讲故事了，我讲一部经书吧。好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久。此二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
众妙之门。奇怪，这什么经书？仅仅几句话，竟让我魂力激荡，隐隐有突破平静之势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也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也。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。继续。看样子我猜的没错，这《道德经》跟《西游记》一样，也蕴含修炼之法，而且似乎更加精妙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信他不屈服。这是修炼之法，是不是？你自己感受不到吗？何必问我？他怎么知道如此之多高深的修炼之法？他到底是谁？难道他是某个转世的大能？难道师姐早就看出了此人是大能转世，所以才屡次劝我拜他为师，目的是帮我抓住眼前机缘？一定是这样。师姐原来一直都是在帮我。神魂修炼何等艰难，若有大能引领，必然事半功倍，机会稍纵即逝。本宫若是为了面子错过这场机缘，日后定会追悔莫及。哥哥，这女人这就认输屈服了？哥哥，妹妹刚刚是开玩笑的。哥哥还要内甲吗？我这就脱下来给你。给哥哥。这还是温的，看样子真是她贴身穿的。谢妹妹了。你走吧，明晚再来听故事。她要修炼了。那哥哥，明晚记得早些来讲故事哦。坐下修炼，运转我之前传授你的内功心法，我会帮你聚敛月华之力。这就是雷霆淬炼神魂的效果吗？仅仅一夜，竟然赶得上我一月苦修。多谢月姐姐。天快亮了，你也该回去陪你娘子了。是。听了这么久了，也该出来了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伤我？我需要化形大妖的血疗伤。我凭什么给你？你已经听了2天的经书了。又不是你传法，你不是也在听人家传法？他是我家里的人。家里的人？你相公吗？可他对你那般恭敬，你对他那般冷淡，根本不像是夫妻。哑口无言了吧？虽然你帮他修炼的时候不惜受伤，为他挡下大部分雷霆之力，看着很令人感动，但很显然你是为了他的经书和故事里的悟道之法。我说的对吧？你要干嘛？你刚才已经把我脚打伤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你不用动手，你把药瓶给我，我自己寄给你。
给你。明晚继续。可恶！本尊堂堂西湖女王，竟然被当成驱邪的工具兽！不要脸的臭女人！那少年明明跟你1文钱的关系都没有，还骗我说是你相公。神魂修炼分为夜游、日游、御物、炼神、分神、化神等9大境界。如今我应该已经达到了炼神境巅峰之境，有月姐姐相助，3日之内突破至分神境没什么问题。之后争取在1月之内入化神境。待我化神成功，洛长天、王云、洛延年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公子，不好了，2小姐出事了！你说什么？2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姐夫，我没事的，只不过是一点皮外伤，多亏了有夏蝉，否则微末就再也见不到姐夫了。岳父大人，发生了什么？2小姐为什么会受伤？昨晚我们府中有刺客闯入，幸好夏蝉及时发现，不然的话，只怕咱们秦家又要血流成河了。是洛家人吗？估计是碍于长公主不敢明面下手，所以派杀手刺杀吧。2小姐，你放心，这个公道青州自会帮你讨回。岳父大人，您在京都可有人脉，能不能帮我调查下中武伯府？中武伯府，青州，你要查洛长天的底细？不错，我想知道他们在京都都有什么产业，做什么，府中有多少人，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的情报。青州，你想干嘛？你可别干傻事儿。是啊，青州，据我所知，洛长天近期刚刚突破宗师之境，实力强悍，整个京都没有几个人能与之匹敌。更何况他手下爪牙众多，府中藏龙卧虎，根本不是你我能够对付得了的。姐夫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微末不希望连累了你，让你以身犯险。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，青州不会轻举妄动，只是提前搜集一下相关的情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就行。不过，能知晓这些事情的人脉，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想不到啊。姐夫，我最近去书局认识了一个人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微末，这就是你口中那位文武全才的姐夫。姐夫很厉害的，会作诗，又会习武，前段时间还获得了武状元，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被取消了功名。南宫小姐，在下洛青州。坐。听微末说，你想让我帮你调查中武伯府，你应该知道，中武伯洛长天乃是圣上身边的红人，掌管整个锦衣卫，在京都只手通天。在下知道。那你还敢调查？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？不瞒南宫小姐，在下与他早已是不死不休。你倒是坦诚。好，看在微末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过你也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明日皇宫内会举办一场蹴鞠比赛，我正缺人手。你既是武者，想必身手不凡，我需要你帮我赢下这场比赛。踢球我不怎么会。踢球不会，守门总会吧？应该可以。父王，人找齐了没有？要实在不够的话，父皇也可以下场帮你。不用了，父王，人找齐了。你看，端王爷又见面了。
是你，水儿，快抓住他，让他给你当夫君，可别让他跑了。父王，你认识他？前几日我从金禅寺带回来的那几首佛迹，就是他写的。此子大才呀，必须得入准我端王府才行啊！端王爷，在下已经有娘子了。你想蒙骗本王？父王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当真成亲了？可惜了。父王，球赛就快要开始了，太后和长公主姐姐估计就要到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一会儿还得让他帮我守球门呢。那个张嫣啊，屡次欺负我，这次我非得让他输得心服口服，让他学狗叫。蕊儿，不可太过，她毕竟是皇太妃的侄女，将来还会嫁给圣上为妃，适可而止。父王，这你就别管了，等着看球吧。加油！殿下，陆公子来了。先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是他。你这哪找来的虚货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能行吗？别一会儿啊，被我的球给踢晕了。与其关心这个，不如关心一下，一会儿若是输了，怎么学狗叫？这是我们的赌约，你可不要耍赖。放心，当狗的人啊，不会是我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快开始吧。是，时间已到，准备开球。这是端王府家的蕊儿吧？啊，正是。和他娘长得可真像，这时间过得也真快，一转眼竟长这么大了。可不是吗？你少得意，这球算本小姐让你的。踢过来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殿下，陆公子好厉害，这么近的射门都被他挡回去了，就好像提前知道射门的方向一样。郡主，接球！好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还没完呢！这比赛结束，5-0。耶！该死！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一次他都能准确预判我的射门角度？难道他能看穿我心声不成？姐夫，你好厉害，一个球都没让对面进呢。张嫣，你输了，兑现赌约吧，学20声狗叫，并叫我主人。贱人，你也配？二小姐，魏墨，殿下，陆公子好像遇到麻烦了，我们不去看一下吗？以本宫现在的处境，离他远些，会对他更好。嫣儿，你怎么样了？姑母，这贱人打我脸，你要替侄女做主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嫣儿是未来的皇妃，你怎么能打她耳光？太妃，她骂我贱人，
你觉得我不应该打他吗？他姓张，我姓南宫。你要明白，在这大研，在这皇宫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霸南宫这个县，就算是你，也没有资格。你，太后，姐姐，你可得为我家嫣儿做主啊！她以后可是皇妃，竟然被当众打耳光，这是要打您和圣上的脸呢！姑母，还敢再次挑拨离间，难道惹儿说的不对吗？在这皇宫之中，异姓之人怎敢辱骂皇室子孙？张太妃，你自家管教无方，满口污言，我怎的敢将皇上娶她为妃？我看这样，这婚事就此作罢。太后，妾身错了，妾身回去一定好好管教嫣儿，一定不会让她出来惹事，求你收回成命。太后，嫣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取消婚约，我父亲知道会打死我的。龟墨，洛公子，咱们也走。姑母，劝劝太后，让她不要取消我与圣上的婚约。蠢货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那南宫蕊怎么说也是皇家郡主，你一个外姓之人也敢辱骂皇室，连我都被你害死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哼！南宫蕊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嫣儿小姐，你该恨的应该是那个守门的赘婿，若不是他从中作梗，今日赢下球赛的人必定是嫣儿小姐，自然没有之后的事情发生。你是在下锦衣卫指挥使骆长天，若是嫣儿小姐想要复仇的话，或许在下可以为你提供些讯息。洛公子，今日多谢了，答应你的事情我自会做到。有劳了。喝点茶水歇歇吧。来人，上茶。对了，魏墨，你姐夫和你姐姐感情好吗？姐姐和姐夫感情很好呢。好吧。蕊姐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和姐夫先回去了。不留下吃完晚饭再走吗？不了。好吧。来人，送一下微墨还有洛公子。姐夫，我有点后悔介绍你给我朋友认识了。怎么了？当然是怕你被别人抢走了。公子，你这娘子真漂亮，给她买串糖葫芦吧。行，来一串吧，多少钱？1文钱。这个蠢货这么容易就上当，一会儿待他低头拿钱，我便手起刀落，砍下他的脑袋，带回去给小姐领赏。小姐，莫非是张嫣儿派来的吗？先试探一下。嫣儿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打人了！姐夫，这是怎么了？有杀手，快走！废物，对！公子是要坐船吗？好漂亮的玉座，比得上之前每晚与我洞房的神秘娘子了。他们在哪儿？站住！坐。公子请上船。快看看，他们在哪儿？来，站住！这赘婿给跑了，先回去给小姐汇报。姑娘，多谢了。公子何须如此客气？与公子授业之恩相比，这点小事微不足道。授业之恩，姑娘何意？奇怪，那姑娘去哪了？莫非她也是修炼了神魂的强者？今晚得找玉姐姐问问。
姐夫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送你回家。玉姐姐的身边怎么换人了？咦，难道是白天划船的姑娘？玉姐姐，这位是？公子，我叫龙儿，世代居于西湖。龙儿，家父对小女子抱有厚望，希望我以后可以渡劫化龙，遨游天际，不死不灭，所以才给我取这个名字的。渡劫化龙，妖族吗？今日多谢了。公子何必客气，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只管来西湖找龙儿便是。修炼吧，今晚助你突破。公子今晚不讲故事了吗？不讲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修炼了。月姐姐，龙儿的修为应该已是化神境了吧？不知，坐下修炼吧。多谢月姐姐，不然我无法这么快突破到分神境。月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走吧，天要亮了。是，我明日再来给月姐姐讲故事。月姐姐身体好软，也不知道月姐姐成亲没有，能娶到月姐姐这种娘子，她的夫君竟然也不是寻常人吧？公子，你醒了吗？啊，进来吧。公子，花果小姐到了，正在前厅等候。她怎么来了？难道那日青楼作诗的事情暴露了？带我去见她。嗯。花果小姐，洛公子，数日不见，花果小姐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。公子谬赞。花果小姐今日是来？是殿下让我来的。我们接到消息，这洛长天将联合张嫣儿，要对公子下手。张嫣儿，我与她素不相识，难道就因为昨天的球赛？这张嫣儿本就心胸狭窄，昨日公子帮着南宫郡主赢得了球赛，这张嫣儿不仅颜面尽失，还被太后剥夺了太妃之位，自然怀恨在心。再加上洛长天从中推波助澜，公子还是要提前提防，小心为好。又是洛家人，自己不能动手，所以借刀杀人吗？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殿下让我转告于公子，圣上已经采纳了推恩令，下个月即将实行削藩政策，届时殿下会暗中返回封地，整顿军队，为即将迎来的大业做准备。可是这殿下一走，洛家便再无忌惮，公子一定要提前准备。多谢殿下挂念，请帮我转告殿下，青州早有谋划。还有一事，公子可知奴家身上这丝袜是谁制作的？青州自然不知，若哪天青州得知，定会转告花果小姐的。那到时候还请公子转告，他给花谷写的诗
花骨很是喜欢呢。这花骨着实是个尤啊，差点破了老夫道心。公子，花骨小姐该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？啊，放心吧，公子最喜欢的永远都是小甜。啊，对了，公子，刚听花骨小姐说有人要害我们，要不要告诉老爷和夫人，早做打算？不必了，公子不会给他害我们的机会。杀不了洛长天，还杀不了你。婵婵，是我，姑爷。百灵在给大小姐沐浴。我不是来找大小姐的，我是来请你帮个忙。杀人吗？是，陪我去杀几个坏人。可以。我要2串糖葫芦。没问题，姑爷一会儿给你买4串。你还来跟我说一声？还记得上次怎么杀宋夏余孽的套路吗？我刚才神魂探查过了，院子里有3个守卫，张嫣儿和几个强者都在屋子里。一会儿我进去把几个守卫引开，到时候你拿着这个石灰和面粉。你说的是他们吗？你什么时候杀的？还是老样子啊！大爷爷，他们害得我身败名裂，此仇不报，第二生不如死。可天子脚下，我等这般行事，一旦让锦衣卫查到，那咱家可就……大爷爷放心，锦衣卫骆大人已经许诺，只要我们能杀了那赘婿全家，他们可保我们张家平安。那好吧，嫣儿，大爷爷就陪你胡闹这一次，但也仅此一次。我张家屹立至今，可不能毁在你手里呀！日后我不会再出手帮你了。谢大爷爷。等今晚杀了那赘婿全家，割下他和南宫蕊的脑袋，嫣儿就不会再胡闹了。以后嫣儿一定一心一意侍奉大爷爷，做大爷爷的修炼奴婢。不好，石灰粉有毒，快撤！这看好了，姑爷再给你放个大炮仗。婵婵，跑！嫣儿小姐又见面了。贱人，是你！刚才那爆炸是你弄的，你该当晚死啊你！嫣儿，这是……大爷爷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赘婿，我的皇妃职位被废，都是被他害的。哼，那就是你这小辈，也胆子够大的呀！老夫还没去杀你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！啊！今日会死的，或许是你们。婵婵，动手！狗东西，若敢杀我，我大爷爷定将你碎尸万段！嫣儿，想要，给你。嫣儿。
你们该死！你们都去死！先生，闪开！牛魔神功，牛魔拳，牛魔神功，牛魔拳。你先走。晨晨，别逞强，我们一起去西湖边上，我有办法。晨晨，相信我，我们走。走，你们走得了吗？守卫，出来受死！这点本事也敢杀我？还没完呢！龙儿，助我！龙儿是谁？西湖底下的一条小蛇。你养的？你就当是吧。能吃吗？咱们回去吧。哦。岳母大人，你们这是？大晚上的，带夏蝉干什么去了？那个夏蝉她嘴馋，我带她去买糖葫芦。晨晨，听话，我可以下次给你买10个。二小姐，给。谢谢父。岳母大人，你也要吃啊？没点眼力见。 30岁的人了，还吃这个东西？我29。夏蝉先回去，你跟我过来。青州啊，我原本跟你岳母计划，等你取得功名再回墨城，给你和微墨完婚，只是。 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你的功名怕是没了。墨城，我们也回不去，所以，我和你岳母商量，你和微墨就在京都完婚吧。微墨呢，靠卖字画也赚了不少钱，算是有了收入。咱们呢，在京都也算是安定下来了。你和微墨的婚期呢，也没必要再拖了。 咱们就把婚期定在1个月之后的上元佳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青州全听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的吩咐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这1个月，我就跟你岳母筹备你俩的婚事。还有一事，虽然你和蒹葭还没有正式的和离。 你和微墨呢，又是未婚夫妻，那蒹葭就是你的大姨子，以后尽量避嫌，知道了吧？蒹葭那边你也尽量别去，蒹葭身边的丫鬟也保持距离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青州明白。好吧，你送微墨回房休息吧。二小姐，您早点休息，青州先回去了。姐夫，别走，你能不能帮微墨把外套脱掉？这不太合适吧，二小姐？姐夫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忘了，娘亲说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。
也是啊，丈母娘都发话了，我还顾忌什么？好吧。二小姐，你这……姐夫，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这些都是我今天在坊市上买的，听说都是那个做丝袜的人做的呢。好看，二小姐貌美如花，穿上这个更加的美艳动人。姐夫，你说这会是哪个画家会做的呢？这我怎么知道？姐夫，这是我给姐姐买的，你明天带给她。二小姐，这个就不太合适了。岳母大人刚说了，我和她……姐夫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现在还是姐姐的夫君，给娘子买几件礼物有什么呢？只要别告诉娘亲就行了。况且你跟姐姐结婚这么久，也没给姐姐买过什么礼物吧？好吧，明天我让百灵转交给大小姐。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好。哎呀，长天，长天，今天怎么如此养心？又是酒宴又是歌舞。爹，娘，二弟的仇今晚就要报，你们说该不该庆祝？当真？莫非那野种死了？以张家人的手段，估计这会儿秦家已经被杀得血流成河了。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不出一会儿，就会有人把那野种的尸体带来，为我爹娘助兴添彩。好，都别站着了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来，爹，娘，来干杯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你看，估计是那野狗的尸体已经送来。大人，出事了！张家人全死了！这什么？大人，除了张家老祖的尸体没找到，其余的都在这儿了。大人，还要继续找吗？不必了，对方下手狠厉，张家13位强者无一活口，张家老祖恐怕也早已丧命。可大人，张家老祖乃是大宗师的境界，在京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强者，谁能把他杀了？难道是长公主？洛清舟啊，洛清舟，我这当哥哥还真是小瞧你了，竟能让长公主亲自出手。大人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去秦家大人吗？长公主离京前，先不要动怒，一切等长公主离开后再说。是，大人。百灵，开门！不开！别任性了，我找大小姐有事儿。人家还在睡觉，没穿衣服，开不了。那你找婵婵开。婵婵也没穿衣服。这个小百灵现在是越来越调皮了，等一会儿把她骗出来，非打屁股不可。百灵，你再不开门，姑爷可就要生气了。百灵还生气了呢。昨晚你光带夏蝉出去玩，还给她买糖葫芦，百灵和大小姐都没有。今天姑爷就是来特意给你送糖葫芦的。其实昨天姑爷也给你买了，只是半路遇到了夫人，就先给夫人吃了。所以今天就特意一早买了好几串，全给你吃，不给婵婵。你快出来拿。姑爷，真的吗？百灵这就出去。
好你个小鬼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过来开门？嘿，这位手感怎么不对啊？气息似乎也有些不对，个子也变高了。这是……在哪儿呢？糖葫芦在哪儿呢？姑爷，我刚刚以为，大小姐，馊姑爷，小姐好心给你开门，你竟然占了便宜，我要找婵婵告状！哼！北灵，婵婵，姑爷送的包间竟然非礼小姐！哎，姑爷，你给我站住！公子，你一整天都心绪不宁的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小蝶，你家公子闯祸了，我把大小姐给打了。啊，公子，要不你还是去给大小姐道个歉吧，不然夏婵姐姐的剑怕是不认人的。行吧，那我去道个歉。嗯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，报上名来。北灵，是我，快开门！姑爷，你以后别再来了，不然婵婵是不会饶了你的。你欺负了大小姐，婵婵现在很生气。北灵，我是来给大小姐道歉的。哼，不用了，大小姐不会原谅你的，你走吧。只有你的，没有婵婵的。算姑爷还有点良心，悄悄告诉你吧，大小姐生病了，现在在休息呢。怎么生病了？还不是大小姐傻，每晚帮人修炼神魂受伤了呗。修炼？什么修炼？北灵，你说清楚啊。没事儿。姑爷，你不是会讲故事吗？要不你给大小姐讲讲故事，帮她恢复一下她的神魂。走。婵婵，把剑收了吧，姑爷是来给小姐讲故事的。大小姐，我来给你赔罪了。今天早上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当时误以为是百灵，希望大小姐不要放在心上。好了，姑爷，快给小姐讲故事吧。我跟婵婵在门外守着，帮你看着点夫人。快走吧。大小姐，你生病了，要不要我给你找大夫？要不，青州还是先讲故事吧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神雕侠侣》，你想听吗？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的性格、气质跟大小姐特别像。她讲的是一个断臂少年和他姑姑相爱的故事，他的姑姑也是他的师傅。可以讲吧。《神雕侠侣》第一回，风月无情。月女采莲秋水畔，窄袖轻罗暗露双金川。照影摘花花四面，芳心只供丝争乱。大小姐，我可以坐着讲吗？可以。杨过抬起头来，与小龙女目光相对，只觉得这少女清丽秀雅，莫可逼视，神色间却是冰冷淡漠，当真是洁若冰雪，也是冷若冰雪。实不知她是喜是怒，是愁是乐。姑爷，不好了，夫人来了，快跑！
百灵呢？姑爷，床上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？还是说这屋里藏了其他人？没有，夫人，百灵一直守着小姐，除了婵婵跟夫人，再也没有外人进来过。那就行。这蒹葭性子冷，不愿别人亲近，你俩要守好门院，可别让洛荆州这臭小子混进来。哎，微末那臭丫头已经沦陷了，蒹葭绝不能再让她霍霍了。但夫人，姑爷若执意要进来，我们做丫鬟的也拦不住呀。那就跟我说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哎，当初他娶了蒹葭，勾引他的小姨子，现在成了微末的未婚夫，难不成还回来勾引他大姨子？连门都没有。哪有？本公子也只是本分做人，和谁成亲，与谁和离，不一直都是您和岳父大人安排的吗？蒹葭呢？我看看。完了！夫人，小姐已经休息了。这几日小姐的精神一直不太好，一直睡不好。今日好不容易有所好转。这微末的病刚好，蒹葭就有病了，都是我做娘的不好。夫人，您这是……当初啊，这微末生病，我在床前守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他就变好了。既然蒹葭病了，我这当娘的也不能偏心呐，今天就守在这儿了，说不定明天早上就好了。愣着干嘛？帮我拿个被子呀！我今晚上就住这儿了。好。上次在二小姐床上煎熬了一夜，今晚难道又要在大小姐床上？啊！我靠，造孽呀！哎，这种情况也就大小姐这种无欲无求的人才能如此平静吧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还是神魂修炼，去找月姐姐吧。奇怪，月姐姐呢？算了，先自己修炼吧。谁？公子，是龙儿。抱歉，打扰你修炼了。没事儿，龙儿姑娘。对了，你有看到月姐姐吗？姐姐今晚可能没有来，应该是有事吧。昨日之事，多谢龙儿姑娘出手相助，否则我今日怕是没命来这西湖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楚公子，你可否帮龙儿做一件事情？龙儿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有什么事你尽管提便是。这是我爹爹留给我的一件法宝，他虽然可以帮我，但也禁锢了我。我想把它取下来，但是各种方法都不行。楚公子愿意帮我试一下吗？这个可以解开吗？楚公子，帮我试一下吧，反正我自己也是解不开的。那好吧，龙儿姑娘，我试一下。龙儿姑娘，你去过墨城吗？墨城？公子为何突然问起这个？
没事，我还是先帮你解开红绳吧。嗯。这个可以剪开吗？这是法宝，任何利器都没法剪断。如果强行破坏，它会发出很厉害的攻击的。行，那我再试试。龙儿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红绳我好像解不开，而且它好像会自动变解。没事，虽然没有解开，但还是感谢公子为龙儿辛苦了一夜。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谢谢公子。月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从你开油的时候。月姐姐，你听我解释呀，是她被那脚上的红绳禁锢了自由，所以她请求我帮她解开。不信你问她。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月姐姐，真的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不用对我解释，天亮了，回家吧。那好吧，月姐姐，我今晚再过来给你讲故事。出来！姐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，我是来取血的。公子，昨晚在大小姐那里过夜，舒服吗？舒服？那简直就是煎熬。煎熬？算了，不提也罢。哦，青州，岳母大人，长公主来了，快随我去迎接。草名洛青州。洛公子不必多礼，本宫明早便会离京。看样子一切进展都很顺利。多亏了先生谋划。先生，这把剑乃是父皇赐给本宫的，叫金黄剑。今日本宫就送给先生，全当临别赠礼。先生日后若无去处，可来火月国找本宫。持此剑者，如本宫亲临，本宫封国之内，无人敢拦。谢殿下。本宫离开后，中武伯府的洛长天必然会对你下手，先生务必小心。本宫希望下次重返京都时，还能够再见到先生。谢殿下挂念。青州也希望下次再见时，殿下大业已成。青州，长公主要走了。风雨也要来了。岳母大人，明日之后，洛家人必会展开行动。这段时间，还请岳母大人让家里人减少外出，增加守卫。好。哥哥，你来了。自从听完哥哥讲到妹妹被困多年的修炼瓶颈，这几日终于突破了。不过，妹妹明日便要离开京都了。今晚可能是最后一次听哥哥讲故事了，可以多讲几招吗？妹妹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哥哥。什么礼物？哥哥先讲故事。月姐姐今天想听故事还是听书？故事吧。好。正所谓佛即心兮心即佛，心佛从来皆要物。若知无物又无心，便是真如法身佛。行者回头一看，见后壁上挂着一幅宜桥静女的画。龙王解释道：“此画中仙乃是黄石公。”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该修炼了。哥哥果真是奇人，这故事中的诗句都蕴含着高深修道法门。妹妹离开后，定会多加参悟。对了，哥哥，这是传讯宝碟，我这里也有一个，只要在上面输入魂力，不管距离多远，都可以与妹妹通讯。这莫非是这个时代的电话？哥哥，
这东西十分贵重，整个大研都没有几块，哥哥可一定要好好保管。既然这么贵重，那我便不要了。哥哥，你要吗？本宫马上就要走了，如果以后联系不到这个家伙，那本宫的天生内甲还有之前那些哥哥不白喊了？日后本宫若再想突破，还得指望他呢。拿着吧，这上面没有动手脚，他不会借此追踪到你。这个东西除了传讯以外，还可以替肉身挡下致命一击。那好吧，谢妹妹。那哥哥妹妹就走了，要常联系哦。修炼吧，月姐姐。除了雷霆淬体之外，还有其他能尽快突破化神境的方法吗？仇家势大，我必须尽快突破，才能保护我家的娘子和家人。有，京都有个宗门叫凌霄宗，宗内灵气氤氲，可以有助你武道修炼，还可以温养神魂，助你突破化神。你可以加入，借助山门内的灵气突破。如何才能加入？参加宗门考核即可。好，我明日便报名一试。大人，长公主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赘婿的动向？他于昨日申请加入凌霄宗，这几日正准备前往妖兽森林参加入门考核。属下估计，那赘婿是想另外寻求宗门庇护。宗门庇护，他倒是好算计。张璇，你多带几个强者，在他考核期间给他杀了。记住，多带几个人。他能杀我二弟，怕是有些本事。大人放心，即便他是50强者，也必死无疑。记住，手法干净一些，最好伪装成死于妖兽之手。属下遵命。我乃凌霄宗长老令狐青竹，你们可喊我令狐师叔。今日考核由我负责。她就是令狐师叔，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漂亮，真的好美啊！只可惜令狐师叔一直独自修炼，从不招收弟子，否则非得拜入令狐师叔门下修行。下面我来宣布考核规则：3人1组，每组能在1天之内击杀10头1阶妖兽或者3头2阶妖兽者，视为通过本宗门的入门考核。另外，考核期间禁止私斗，宗门长老会在暗中探查，若有违反，轻则取消资格，重则送官。现在开始考核，各位可自由组队。那我们一起吧。这么麻烦，还要找人组队？兄弟，有队友了吗？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哎，行。兄弟，喝水，口渴了吧？谢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一开始我就知道。你杀了他吗？师叔与其问我的罪，不如担心你自己。是谁在暗箭杀人？给我滚出来！请一问，我凌霄宗素来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这是何意？自然是来杀人的，可惜了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就要给她陪葬。住手！隔空运物，飞剑杀人，这是神魂强者！好你个凌霄宗，竟然藏了个神魂强者！神魂强者？我凌霄宗有神魂强者吗？前辈，若不想被锦衣卫报复，真有神魂强者帮忙，还是尽快把他灭口了好。他说的对，
此人若是逃回去，必定会怪罪到凌霄长老身上。看来必须灭口。与我锦衣卫作对，找死！多谢灵狐师叔救命之恩。大人，挑选失败了。废物！他那个丫鬟呢？进展如何？还没动手，不过属下只给他7日时间，7日之内若还未动手，便处决他的家人。好，那我便再等他几日。若还不行，只能本官亲自出手。日后你便随我修行，但不许喊我师父，喊我师叔即可。是，师叔。这药园便是以后你在凌霄宗的居所，平时可以帮我看管这些草药。每隔1个月，我会来为你解惑一次。除此之外，不得烦我。另外，今日之事不得向外泄露半句，否则我绝不饶你。是，师叔。此子资质平平，相貌平平，日后必然成不了大器。若不是怕他泄露今日之事，否则我令狐清楚，断然不会收这种资质愚钝之人入我门下。不过说起今日之事，也不知那暗中出手的神官强者究竟是谁。这师叔似乎有些不大待见我，连师傅都不让我喊。算了，不喊就不喊，反正我有月姐姐帮忙修行，用不着旁人也罢。只要能让我留在这凌霄宗，借助宗门的灵力冲击化神境便好。月姐姐，我已经加入了凌霄宗，明日准备闭关，突破化神之境。我这里有一本《西游记全集》和《道德经》经书，望月姐姐收下。以后不来了吗？若能成功破境，化神成功，灭杀仇家，定会再来。可若我破境失败，我定会被仇家所杀，到时候怕是难与月姐姐再见了，也没有办法再陪月姐姐讲故事了。月姐姐，我若一去不复返，月姐姐在这西湖边一个人觉得孤单，便看看故事，读读经书吧。对了，月姐姐，晚辈给你做了首诗，你要听吗？念吧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醒时相交欢，醉时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月姐姐，愿日后有缘还能再见。晚辈拜别。你的书自己留着吧，活着回来讲故事，就当为了你的娘子和家人。公子，龙儿也祝您化神成功。小蝶，公子，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没什么。啊，公子有时要外出几日，这几天你就待在府里，不要外出，等公子回来。好的，公子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没有，小蝶只是见公子最近训练辛苦，煮了一壶解乏茶给公子喝。是这样吗？
小蝶煮的，公子自然要喝。公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小心烫。你母亲跟弟弟都在我手里，若想救他们，就乖乖将这毒药给你家公子服下。7日内，若没得到那孽种的死讯，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。拿着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就要出去了，去帮我收拾一下东西。公子，小蝶就算与我娘亲共赴黄泉，也不会害你。生死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化神成功了，公子果然是世间神人呢。化神境，是哥哥吗？怎么回事？莫非是太上长老破剑成功，踏入大宗师之境？不对，是药源，难道是他？神魂交融，天地同力。神魂修炼者，借我宗门之力，突破化神。凌霄宗可是住进这修炼神魂大佬。恭贺道友化身成功，在下凌霄宗掌门萧炎，有请道友主殿一叙。道友，前辈，晚辈青竹代掌门求前辈入主殿一叙。洛某此次借此宝地突破化神，未曾知会两位，失礼了。今日有事，他日洛某在登门拜谢。这就走了。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来干什么？陪你杀人。不必了，婵婵，这一次孤野一人足矣。又想玉儿了。老爷，玉儿从小就喜欢雪，可是咱们的玉儿再也看不到了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了。我们不是还有长天，他会孝敬咱们的。可是老爷，那孽种一日不死，妾身便起尸难安。晚上做梦都是咱们的玉儿在喊，为他报仇。夫人，
马上！长天已经去召集人马，那个野种还有秦家，都活不过今晚。道士，一定要狠狠地折磨他，我要让那个野种五马分尸，碎尸万段。是你？我今日来，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：我的母亲是你们杀死的，我要听到你们亲口回答。是又怎样？你个小杂种！我本来想去杀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去杀秦家，让你和秦家给我玉案陪葬！老爷！你这杂种，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变这么强？罗延年，你玷污我生母，又纵容王源毒杀我娘亲，今日我便要割掉你的脑袋，让你还有你的妻儿祭奠我母亲在天之灵。你敢！刚才已经捏碎了传讯宝牒，我儿长天此时就在回来路上，他已是宗师强者，长天一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，将你还有秦家碎尸万段。放心，不用他追，今日他也会死。我最后再问你，洛青州到底在哪？否则我让你亲眼看着你母亲人头落地。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不可能！家里出事了，你们几个人留下，剩下的随我回府。爹，娘，长天，快走！快去宫中！是你干的！人到齐了，那便上路吧。这神魂离体，御剑杀人！你是神魂强者，怪不得我感受不到你的武者气息，原来你修的是神魂，真是小看你。不过我也入宗师，你神魂再强，敌得过我吗？是吗？长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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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孽障，还我儿命来！那就下去陪他。傻丫头，已经没事了。战战结束了，该回家了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洛长天，他死了，全家被灭满门。查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圣上有令，宣洛清州进宫觐见。青州哥哥，没事，我去就来。夏晨，夏晨，快跟上！小姐，救鬼！晨晨，晨晨！这是会不会出事了？